在西方世界的认知当中，最早的房车是来自于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赵高和李斯呢，利用矫诏谋害公子扶苏。赵高他之所以可以瞒天过海，就是因为这辆房车够大。1896年，李鸿章访美，当他从纽约港走下船的时候，他为眼前所看到的钢筋水泥的摩天大楼丛林而感到震惊。有钱人他们正在主导着文化的输出，所以呢，在这些社会精英的鼓吹之下，房车旅行、露营生活不再是吉普赛人的逃难的方式，而是被贴上了富豪们的生活方式的标签。1920年的房车大部分是长这个样子的，他们利用福特的卡车自制了一个房厢，运用了大量的木材内饰。这样的房车它通常标配一个可以烧木材的炉子。与此同时，专门的房车改造公司也出现了。大家看这张海报，就是当年房车定制公司发出来的。他们根据车辆的底盘做出了更多的优化，并且可以根据车主的需求来做内部的装修。当这样的房车成为一种标准的时候，人们突然发现，如果购买了这样一辆房车，当我们不用它进行露营的时候，它除了占用着我的车位、占用着我的车库之外，它没有任何用处。即便是开出去露营，但需要补给的时候，这样的房车呢，也只能是频繁的展开装备、收拾装备，然后再开到城里边去补给，补给完以后再开回来，再展开装备，非常的麻烦。当人们发现了这些问题之后，那么就催生了一个新的房车种类——帐篷拖车。这样的帐篷拖车呢，牵引车可以在放下帐篷后就开走，开到任何地方去。因为前边的牵引车呢，它就是一辆普通的汽车。当你不露营的时候，你可以开去上班，开出去购物，并且帐篷拖车它的体积非常小巧，当你不使用的时候，可以随便找个地方就很容易停起来。当然了，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就是每次展开和收纳需要更多的时间，并且呢，当你遇到恶劣的天气的时候，你只能冒着风雨去搭帐篷。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第5轮拖挂房车。至于说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咱们在后边再慢慢说。第5轮拖挂通常是超大型的拖挂房车，它的尺寸和内部设施都可以和 A 型房车对标。A 型房车就是用大客车做底盘的豪华式的自行房车。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 A 型2个字它总是散发着人民币或者美元的香味。那它的价格呢，也都是100万起步。那这个第5轮呢，它成功的把价格拉下来了一些，因为拖挂房车它并没有发动机，所以呢，它的成本会低很多。但是作为一种大型房车来说，它仍然很贵。正是由于它非常大，所以呢，它对于牵引车辆的排量有非常高的要求。以我们国内的皮卡车来说，排量通常到2点几就已经到头了，就已经算是大的了。用它来牵引第5轮拖挂的话，那就非常的吃力，达不到要求。所以呢，第5轮在中国非常的稀有。如果谁买了第5轮拖挂房车的话，那他就要搭配一辆纯进口的美国肌肉皮卡，就是排量5点几、6点几的那种。好，下边我们就来聊一下第5轮这个奇怪的名字的由来。第5轮这3个字，相信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呢是摸不着头脑。其实呢，这也是强行翻译背的锅。在马车时代，每辆马车它都有2个轴、4个轮子。当一辆马车背后需要再牵引一辆拖车的时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因为牵引点已经超过了马车的车轴。这个时候，当这辆马车需要倒车的时候，就会发生问题。发生什么问题呢？就好比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向左打死方向盘的时候，这时候你的车屁股也应该向左摆才对，对吧？但如果你现在正在驾驶一辆马车，并且背后还有一个拖斗的话，那么你向左打方向，但是呢，拖斗却会向右走。这个问题呢，就会让驾驶员手忙脚乱，并且一不小心，马车和拖斗还会变成折死的状态。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把马车和拖车的这个牵引点往前移，移动到马车的车轴之间，也就是2组轮子的中间。这个时候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减轻倒车时候因为反方向所带来的不适的感觉。于是呢，在马车的货斗里边装一个圆盘状的牵引装置，这个牵引鞍座可以360度的自由旋转。所以呢，除了马车上的这4个轮子之外，这个加装上去的这个圆盘状的牵引座就被称为第5轮。这个呢，就是第5轮这个名字的由来。第5轮牵引座是在1911年由一位名叫查尔斯·马丁的美国人发明的。
但它被使用在房车上却是由一个美国的航空先驱格伦·柯蒂斯第一次实现的。柯蒂斯他和莱特兄弟生活在同一个时期，并且也几乎在同一时间制造出来了飞机，并且驾驶着它进行了飞行。莱特兄弟的第一次飞行只有短短的36米，而柯蒂斯呢飞行了1.6公里。尽管说柯蒂斯是在莱特兄弟后边好几年，但是柯蒂斯成为在美国被公认的首次飞机的飞行。在现代飞机上增加飞行机动性的副翼也是由柯蒂斯发明的，所以呢，格伦·柯蒂斯他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现代航空之父、现代航空先驱。1916年的时候，柯蒂斯在纽约成立了柯蒂斯飞机与发动机公司，并且同时开设了飞行员驾校。来自中国最早的17名飞行员就是在这个学校里边完成学业并且拿到驾驶执照的，其中就包括中国空军之父杨先义。杨先义他先后就读于美国的夏威夷大学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哈里大学机械专业。毕业之后，他响应了孙中山的航空救国的号召，他来到了格伦·柯蒂斯所开设的航空学校，精研飞机制造与驾驶技术。当学成之后，在1917年，杨先义和其他一行人组成了飞机队，携飞机回到广州，并且被孙中山任命为飞机队的队长。1922年，杨先义再次回到美国，向华侨进行募捐。这一次呢，他购买了12架飞机，其中就包括他的父亲捐赠的4架。他携带着这12架飞机回到中国之后，他募捐所得到的这12架飞机，成为了中国航空历史上最早的空军力量。好，我们还是说回格伦·柯蒂斯和他的房车。柯蒂斯把航空制造技术运用到了拖挂房车之上，他用飞机设计的理念来制造房车，并且呢，把5轮牵引器缩小尺寸装进了普通汽车的后备箱里边，设计出来了第5轮拖挂房车标志性的鸟喙形的车头。柯蒂斯把这辆房车呢命名为飞机车，他把这辆车定位成一架在地上奔跑的飞机。在驾驶舱里边呢，有专门的驾驶员在车头里边去驾驶，而乘客们呢，则优雅地乘坐在这装修豪华的车厢里，开怀畅饮的同时，还能欣赏一路的风景。从那个时候开始起，第5轮房车的独特外形，直到今天都没有变过。随着航空业的跨界进入，到了1930年，人类首次在车厢上使用了航空铝材。一名来自美国加州的飞机制造工程师霍利·鲍勒斯，他发明了一款拥有飞机般流线型外观的拖挂房车。后来呢，著名的 Airstream 公司，也就是清风公司，模仿了它的这个外形，模仿了它的想法，并且呢，将其发扬光大。Airstream 它推出了全铝蒙皮的拖挂房车，大卖全球，并且呢，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时代。对于现在的很多人来说，他脑子里边认识到的房车就是这样金光闪闪不是这样银光闪闪的一辆全铝蒙皮，并且呢圆头圆脑造型的拖挂房车。直到今天 Airstream 公司仍然有最新型号的这样流线型铝蒙皮的拖挂房车在不断的推出，并且呢价格坚挺。在此之前房车的发展都是为了亲近自然，为了休闲和娱乐。但是呢，时间到了1930年，美国进入了大萧条时期，因为经济的不景气，在美国大规模的失业导致了许多家庭失去了自己的家园，不得不去更远的地方去寻找工作机会，也不得不住在了车里边。选择长期的住在车里边，可以降低生活成本，并且可以灵活的在城市之间穿梭，一举两得。因为经济的不景气，那些豪华昂贵的大型拖挂房车再也无人问津，于是呢，这些房车制造公司纷纷推出更便宜的车型，更加小巧轻便，而且价格非常便宜的水滴房车就在这个时候诞生了。它的重量非常轻，可以轻松地挂载在任何排量的汽车背后。水滴房车的背后，在一个可以掀起来的盖子下边藏着一个露天厨房，这个呢也成为水滴房车最显著的标志之一。水滴房车被世界各地的厂商纷纷模仿，一直到今天都在生产。在中国，如果你想选一辆价格最便宜的拖挂房车的话，那么你能买到的也就是这辆水滴房车。除了拖挂房车之外，自行式的房车同时也在蓬勃的发展。1920年，加州的发明家和制表师沃尔特率先制造出来了升顶式的自行式房车，还有来自于未来派的建筑大师富勒所设计的一辆房车，以及这一辆名字叫做齐柏林飞艇式的造型独特的自行式房车。时间来到1940年，房车的尺寸变得越来越大，很多航空企业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房车市场里边。
依托着自己拥有飞机制造的大型设备的优势，开始抢占大型豪华拖挂房车的市场。与此同时呢，人们想要把拖挂房车的舒适性与自行房车的独立性结合起来。于是呢，在1945年，第一辆皮卡房箱诞生了。皮卡房箱的房车比拖挂房车更容易操控，驾驶的安全性更高，而且呢，不需要露营时完全可以与驮载的皮卡车分离。皮卡房箱迅速地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房车。时间来到1948年，二战结束之后，灵活巴士公司 Flexible 推出了公交底盘开发的一辆房车。自此呢 ，A 型房车开始诞生。这个时候呢，布里斯托也相继推出了大客车底盘的 A 型房车，他们使用了通用汽车的客车底盘，价格非常昂贵。在当时，可以拥有一辆这样 A 型房车的人，通常都是顶级富豪，要不然呢，就是被一些公司采购去用来做他们产品的移动展示厅来使用。总之呢，这些房车它都不是为老百姓开发的。时间到了1950年，一种由大众面包车改装而来的房车出现了。自此呢 ，B 型房车出现。这些由面包车底盘改装而来的 B 型房车，虽然说比巴士底盘的 A 型房车更便宜，但是呢，价格对于当时的普通消费者来说还是难以承受。把它的价格打下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一个划时代的车型要出现了 Winnebago， 一个四四方方的到处都有不加修饰的棱角的房车出现了。它一点都不好看，也一点都不豪华，但就2个字，便宜。它让最普通的老百姓也可以毫无顾忌地买上一辆。这辆车成为房车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从此之后，房车呢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不再是有钱人的玩具，它的影响力可以和当时福特的 T 型汽车把汽车普及到普罗大众相提并论。Winnebago 也把房车普及到了千家万户，普及到了整个美国。进入了上个世纪的70年代，那这个时候的房车呢，和今天的房车几乎上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甚至呢，在今天的二手市场上还能够轻易的买到很多50年前的这些产品。所以呢，在这里我就不多做介绍了。好，这个呢就是房车的发展简史。我在设计我的房车的时候呢，我进行了很多资料的参考，包括了参考房车发展的历史。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